国外网红竟然撞坏了野兽先生送给自己的兰博基尼，但是这显然不是自己的问题，只因自己曾经试图狠踩刹车，可却没有任何效果。他也怀疑一定是被人将刹车片拆卸掉了，因此小帅一定要弄清楚到底是谁干的。很快小帅便收到野兽先生发来的消息，表示今天下班后需要用兰博基尼进行拍摄，如果自己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野兽先生估计再也不会和自己说话了。为此小帅只好通过录像寻找线索。就在几人前几天开 party 时，麦克不知道在用手机做些什么，根据自己对麦克的了解，他用手机无非就是自拍或者给女友发消息，可没想到就在这时，佛伯勒来到了家里。他表示邻居们有人投诉屋内聚会的噪音太大了，并且被佛伯勒好好的教育了一顿。通过录像很快观察到麦克独自一人来到兰博基尼这里，之后更是直接趴在汽车下面，因此小帅也断定一定是麦克破坏了刹车片，接着便给麦克打去了电话，表示他女友的爸爸想要与他进行交谈，并且因为麦克的所作所为而大发脾气。为了能让自己的老丈人满意，麦克特意梳妆打扮了一番，接着便来到未来岳父家里，没想到竟然只见到了小帅，随后便向麦克表明了自己所见到的一切。可没想到麦克竟然掉头就跑，甚至还将一整盘的奶油全部糊在小帅脸上，两人随之展开了疯狂的你追我赶。最终经过长时间的不停追逐过后，麦克还是被困在了屋顶上，可麦克却解释道，自己之所以趴在汽车下面进行查看，只是因为一杯野兽先生的饮料掉进了兰博基尼下面，自己只是想要将其捡起来。于是两人也只好重新查看证据，而事实也正如麦克解释的那样，的确是饮料掉落进了兰博基尼车下面，因此可以判定麦克并没有说假话。之后两人也只好继续通过录像寻找线索，很快便注意到一旁的铁锤，两人赶忙跑过去查看。小帅也断言这一定是赏金猎人的工具，立刻给赏金猎人打去电话，而他却表示自己在聚会结束后就生病了，随手便挂断了小帅的电话。因此在两人看来，赏金猎人的做法非常可疑，于是立刻来到赏金猎人家里找他进行对峙。而赏金猎人则表示自己根本不会在兰博基尼上踩刹车，衣服上的油渍也只是上周刚刚抓了一名想要躲藏在汽车下面的罪犯，并且还给小帅观看了当时的监控录像。而放在小帅家里的那把铁锤则肯定是有人故意诬陷自己，这样的解释足以证明赏金猎人也是无辜的，因此小帅也必须回到家里继续寻找线索。不过很快就发现有人故意破坏了摄像头，于是赶忙跑过去进行检查。进去后才发现竟然有人故意将电线全部剪断了，随后便在地上发现了一个带有足球的手电筒，他也断定破坏者一定是个足球迷。之后立刻将几名嫌疑人召集到了一起，要求他们参加一场足球挑战赛，最终的胜利者可以赢得数千美金奖励，每一样奖品全都价值连城。接着几人陆续接受挑战，杰克的脚法简直离谱，竟然什么都没有踢中，老爹只踢到了几个瓶子。最终小美以533美金的价值赢得了挑战的胜利。可是当他开始质问小美时，惊慌失措的他赶忙跑离了这里。不过一个女生根本跑不过男生，当小帅质问小美时，他则表示自己根本不会破坏兰博基尼，自己剪掉电线也只是为了再多增加几个摄像头，以便能够更多的关注一下小帅的日常生活。这个足球手电筒也只是自己不小心遗落在那里的。这时小帅和麦克也分析到，老爹在足球挑战时的射术简直堪称离谱，他明显就是故意的，因此便将目标再次锁定在了爸爸身上。当两人找到他进行询问时，恰巧他的车上有一本关于兰博基尼的书，并且当面质疑他的做法。面对自己儿子的质问，老爹明显有些愤怒，并且表示自己观看兰博基尼的书只是为了能够打造一辆兰博基尼遥控车，当做小帅的生日礼物。面对父亲的这种做法，小帅也有些不知所措，而现在唯一的嫌疑人也只剩下杰克了。随后麦克给他打去了电话，并且邀约其在公园里见面。接着两人先一步抵达公园，并且成功伪装成了丛林的样子。当杰克来到这里后，更是被小帅以及麦克吓得不轻。然而面对两人的质问时，刚想逃跑的杰克一不小心竟摔倒在地。可是面对小帅的质问时，他也满脸的无辜，甚至表示自己连给车子加油都不会，难道我是个汽车专家吗？无奈的小帅也只好再次将所有人全部召集在一起，让他们接受最后的挑战。小帅要求几人拆除掉定时炸弹，只有剪断正确的电线，炸弹就不会被引爆，否则炸弹就会立刻爆炸。每人有30秒的时间，几人明显比较慌乱，炸弹也是一个接一个的被引爆。最终几人谁都没有剪断正确的电线，这也意味着几人都不是拆弹专家。但是接连的几次判断失误也令小帅有些灰头丧气的，他也只好重新梳理一遍前后逻辑。这时他突然想到了在聚会时突然敲门的佛伯勒，随即拨通了他的电话。 What's your emergency? Yeah, hey there. I just saw a burglar go into that house. The one that's always making all that noise and just got the new Lamborghini.
That darn Lamborghini. That's Topper Gilt's house. Yeah, that's the one. Yeah, I'm on my way. 为了能够抓到佛伯勒，小帅事先在屋里摆满了摄像头，只为记录下来佛伯勒犯罪的证据。当佛伯勒进入到房间后，小帅立刻上前质问起来，而佛伯勒当场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且表示小帅新买的这辆兰博基尼太吵了，自己厌倦了邻居们的抱怨。毫无疑问，佛伯勒才是这起事故的罪魁祸首。那么问题来了，你们觉得佛伯勒将会受到怎样的惩罚呢？